传说连阳通灵族一脉神秘强大，血脉特殊，可通阴阳，渡魂除祟。我就是通灵族后人顾佑生。这石滩便是为了那些心怀执念、徘徊不去的时刻而开。顾姑娘，顾姑娘，求您帮帮我！我萧家一向门风清正，如今却有厉鬼作乱，致我府上凶案不断，还请姑娘查出真凶，我才能安心上路啊！这就是那第一桩凶案的尸首，怎么就一副尸骨？不是说胎死腹中，一尸两命吗？看来他死的果然有蹊跷。走吧，去萧府。姑娘，你有何事啊？我受朱彩玲所托而来，找萧景仁。休要胡言！我家老夫人已去世6年，姑娘就算想攀上萧府，这借口未免也太烂了。将我拒之门外，是想让萧府继续死神，不得安宁吗？近日府中连死3人，老爷早已下令封锁消息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难不成是老爷请来的高人？敢问姑娘芳名？顾佑生。我这就去禀报。姑娘稍等。这磅礴的怨气，萧府危矣。令仪啊，你远道而来，本该好好的招待，只是府内连死3人，实在不宜杯酒言欢呐。表叔无需客气，府里的事，我听智铎兄说了，查出是何缘由了吗？我堂堂知府断案无数，如今下人惨死府内，却毫无头绪。唉，老爷，外面有位姓顾的姑娘来找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近期不见客。可顾姑娘说什么？她说受老夫人所托而来。她还说，只要将她拒之门外，萧府会继续死人，不得安宁。胡言乱语！胡言乱语！家母去世了6年，竟还敢拿她的名头来诓骗本官，你给打发了，不见。是。且慢。表叔，那位顾姑娘既已知晓府内死人之事，若是不见，她若出去声张，怕是会对萧府名声不利。令仪说的对呀，把她领去西厅，就说我在见客，等会儿见他。是。顾姑娘，这边请。那是谁呀？老爷不是下令今日府内闭门谢客吗？据说是特意来找老爷的。老爷他向来说一不二，说好了闭门谢客，今日居然破例为他开门，难不成他就是老夫人临死前让老爷娶的庄家女？听府内嬷嬷说，老夫人一向青睐庄家，前夫人庄氏病逝后，又执意要老爷再娶庄家女续弦。这位前来不会是为了和老爷的婚约吧？放荡！我已是萧府夫人，没人可以抢走我的位置。走，过去会会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顾姑娘，这边请。顾姑娘，我家老爷正在见客，您在此稍坐片刻。
夫人，萧管家，有女客上门，竟不通知我，可是不把我这个夫人放在眼里啊！夫人恕罪，是老爷叫我带顾姑娘到西厅等候。顾姑娘，这是我家夫人。一副上户女的做派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毫无当家主母的端庄可言。这不知景人看上了她什么？稍安勿躁。好大的架子，看到我家夫人还不行礼？他还不配。好大的架子，看到我家夫人还不行礼？他还不配。你放肆！姑娘好大的口气！我家老爷乃是西行知府，我亦是正儿八经知府夫人。你不过一介草民，我为何就不配让你行礼？我家夫人与你说话呢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把你的破伞收起来，赶紧给我家夫人下跪行礼！我说过，他不配。姑娘莫不是仗着老夫人偏宠，以为能在我萧府耀武扬威？我告诉你，老夫人已经死了，如今我才是萧府的女主人。哦，女主人又如何？我连萧景仁都不放在眼里，何况你一个继室？你不是庄家女。姑娘慎言。这人为何有些熟悉？这人为何有些熟悉？你是萧景仁？在下谢令礼，是萧景仁表侄，表叔父在正厅等候姑娘。这边请。好熟悉。你就是顾佑生，找本官有何事啊？你起来。放肆！你一个小丫头，竟敢让老爷让你上座！来人，把她赶出去！表叔，顾姑娘既说是因过世老夫人所托而来，不如先问问情况。先下去。是。姑娘说受王母所托而来，可有证据？要是没有，休怪本官治你的坑蒙拐骗、大不敬之罪。教子教孙须教义，积善积德胜积钱。不孝子萧景仁，我生前是怎么嘱托你的？你又是如何做的？你怎么？你怎么知道？表叔这样子，难道这姑娘真的是姨祖母所托而来？可姨祖母已经去世6年，她是如何受托？
你不但没做，还犯了女色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萧家才会招如此大祸。一派胡言！萧景元官至知府，萧家自孝母贤，一派欣欣向荣，何来的大祸？张嬷嬷，门房老三，袁娘子，你们萧府一连死了3人，还不算大祸？他怎么连死去几人的名字都知道？此消息萧家早已封锁，外人绝不可能知晓。难道你真是受姨祖母所托而来？连阳一脉的小传承者，我为你而来。你是谁？在下谢令仪，多大23。会是他吗？郭有生，你在想什么？15年前他不过8岁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令仪，我胞妹的孙子，当朝首辅之子。顾姑娘，他是有什么不妥吗？没事。萧大人，那3人死时皆面色乌黑，尸体均是跪地叩拜之态，不知萧大人如何断案？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不会是姑娘早在我萧家藏有奸细，此行亦有所图？我说了，我是受朱彩玲所托而来。一派胡言！家母已亡，我萧某向来不信鬼神之说。顾姑娘如果再敢胡诌，休怪本官对你不客气。既如此，那便算了。姑娘且慢，我不喜欢和蠢人打交道。我受朱彩玲所托，救萧府于水火。萧景仁不信，便是他命定的结束。萧府就等着被灭门吧！竟敢咒我萧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竟敢咒我萧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表叔莫急，府内连死3人，确实疑点重重，不如我们听听这位姑娘的说辞。是啊，父亲，这位姑娘既知晓府中秘辛，说不定真知道些什么呢。姑娘请留步，表叔为官数载，难免过于刚正，请姑娘见谅，勿要与之计较。西行上下皆赞表叔公正廉明，若萧家有难，便是西行千万百姓之难，还望姑娘看在西行千万百姓的面子上，解萧家之难。这萧府倒算还有个明白人。罢了，我既答应了他，自然得守承诺。我这次前来是受朱彩玲所托，她有2件事放心不下：一，她嘱咐你续娶庄家女为继室，怕你不肯照办；二是大龄年幼丧母，由她抚养长大，她放心不下，多有牵挂。真的是祖母，只有祖母才会唤我大龄。芷朵，莫要失礼，让他继续说。如今你违背他的遗言，不娶庄家女，反而娶张氏，导致府内惨死3人，他死不瞑目。姑娘此为何意？萧府死人跟我娶妻有何干系？死者3人，张嬷嬷是张氏的陪嫁嬷嬷，门房老三是张氏院里车夫，而袁娘子是张氏所生儿子的奶娘。3人皆跟你季氏夫人有关，萧大人还敢说没有关系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萧家主母，萧家人人皆与我有关，凭这想构陷我，你未免也太过荒谬！你究竟是何人？顾佑生。当年通灵族连阳一脉先祖与京城5座世家顾家通婚，难不成姑娘手中的伞柄由灵骨而成，伞身漆黑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素回伞？不错，竟还认识素回伞。你是连阳通灵一脉后人？
令爷，什么是速回散？连阳通灵一脉后人又是什么？速回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有一个神秘的通灵家族，速回散是其家族的利器，可养魂，可杀鬼。而那个家族就姓顾。所以，你果真能见到祖母？人死后有牵挂或者有怨念，变成了鬼怪，入不了地府，投胎不得。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！婆母究竟和你有什么仇？你竟这么咒她！老爷，你可是出了名的敬重婆母，你就听她这般诅咒婆母吗？说了半天就是个装神弄鬼的。表叔，我觉得令爷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不要被这个神神叨叨的丫头给骗了。小青，老爷，将这个丫头给我赶出去！不用赶，我自己走。哎，顾姑娘，怨气滔天，萧府危矣。姑娘，我送你。给我的。为何总觉得他的眉眼与那人有些相似？姑娘，姑娘，我脸上可是有东西吗？给张氏儿子带上。我住原来客栈，有事可来找我。声音就是从这里传来的。顾姑娘，我去找顾姑娘。这都睡了一天一夜了，萧府可怎么办啊？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顾姑娘？你要去哪里呀？顾姑娘，进来。顾姑娘，此时后院传来哭声，我和智铎闻声追到了萧知庆，也就是张氏儿子院里，发现张梦的丫鬟小巧浑身是血，倒在房内。萧府惨死的几人，此前有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状况？有，3年前张梦怀萧知庆时，从寺庙祈福回府，路上发作见红，张嬷嬷便找了门房老三家生产，而当时门房老三的妻子戴娘也即将临盆，只是戴娘在张梦生产后没几天，便因难产而死，已逝。至于奶娘袁娘子，她是戴娘闺中密友，也就是她介绍戴娘和门房老三成亲的。然后呢？我和智铎兄去查了戴娘的墓，只有1具尸体，1尸2命，是假的。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知庆会不会是大娘的孩子？东西掉了，无碍。顾姑娘，我是不是猜对了？我侄孙真是聪明，不愧是首府公子。顾姑娘，你看他怎么样？是不是青年才俊，风神俊朗？聒噪。顾姑娘，我只是太着急了，抱歉。走吧。顾姑娘，表叔之前确实对你多有得罪，愿意给你道歉，但无论如何，请你一定要解救萧家。我不是赶你走，我的意思是，去萧家。怨鬼停留时间越久，怨气便会越重，最后变成索命的厉鬼。今夜，萧家必有血光。才过去几个时辰，这怨气
怎会变得如此浓烈？顾姑娘，可是有什么不妥？萧景仁可在府中？表叔今日出府谈事了，不在府内。去把萧景仁叫来，我先前去看看情况。是。顾姑娘，请务必注意自身安全。谢谢，你去暗处保护顾姑娘。是。大胆，直接射冲府内，杀！这还需要我保护啊？快去找夫人！大玲怎么了？放心，她没事。姐姐，救救哥哥和丫鬟！别怕，那是你娘。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乖孩子，跟祖母一起，别怕。你究竟是何人？祖母，知情不怕。有人擅闯萧府，伤害小少爷，来人！生死不论，给我拿下！来人！有人擅闯萧府，伤害小少爷，生死不论，给我拿下！竟敢对顾姑娘不敬！顾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谢令仪，这是我萧家之事，你无权插手，让开！有我在，没人能伤顾姑娘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动手！住手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怨气滔天，不入流水。萧景仁，此事你得问问你家夫人才对。老爷，是顾姑娘擅闯萧府，还打晕了智铎和巧儿，你可不能被她胡言乱语给诓骗了。胡说！我去找顾姑娘的时候，智铎明明好好的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令仪，你是首府之子，不该相信一个神棍，让他在府内作乱。此事我会上书给你的父亲。表叔，顾姑娘并非神棍，她离开的时候就算出萧家会出事，让我去客栈找她。有这等能力，又岂会是一个常人？不过是有眼线罢了。等我查清楚萧府3人的死因，必须彻查到底。我倒是要看看是谁给他通风报信。表叔，行了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萧景仁，你竟如此执迷不悟，就等着萧家大祸临头吧！我堂堂朝廷命官，还受你的威胁？动手！我死得好冤呐！老爷，救我！你们，有鬼啊！父亲，就是他相约我的，他不是人。顾姑娘说的没错，萧府又要死人了。难道真的有邪祟？顾姑娘，求你救救萧家！顾姑娘，求你救救萧家！顾姑娘，求求你！顾姑娘，请施以援手。莫道因果无人见，张梦，这是你犯下的罪孽，你可认？我不认！你休想诬陷我！老爷，这些肯定都是这个妖女在暗中作怪，快杀了她！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你是觉得带娘的死，当真无人知晓吗？为什么要害我？张梦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
贱人！别让你偿命！杀了他，得罪你的阴德，大可不必。顾姑娘，张梦十恶不赦，哪怕下18层地狱，无法超生。我来对起！邪话，他竟私下与鬼怪做了交易。你化成厉鬼又如何？贱人，你也能杀不了我！竟是我小瞧了你，敢与鬼怪做交易。本来我想把他交于你处置，可如今只能由我亲自动手。他还是张梦吗？是，亦不是。无知小儿口出狂言，你以为你会点法术就能对付我了？做梦！姑娘，小心！他不怕死。顾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照我身后去。若不是你，萧知庆已死，我便能吞噬带娘庞大的怨念，修为大增。顾有生，你坏我好事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哼，是吗？区区恶鬼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你到底是谁？通灵族后人，顾佑生。通灵族后人，你是徐震的后代？你为祸人间，作恶多端，今日我便让你魂飞魄散。娘，不要伤害我娘！快回来，知庆，那不是你娘。放我走，不然我杀了他！你允许你走了吗？你难道想置他于死地？顾姑娘，求求你救救知庆！顾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弟弟！顾有生，放我走，不然他必死！这世间还没有人能威胁我。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厉害？你给他做了什么？是平安符。有此符在，你休想伤他分毫，还不赶紧滚出来！顾小姐，只要你肯放过我，我愿意终身为奴，听命于你。我不需要恶鬼。有生，你敢杀我！
计划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家主人不会放过你的。没有主人。姑娘，张梦他与恶鬼做交易，阳气早已被吞噬干净，如今只是一具死尸。姑娘，还请明示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可知张梦为何会嫁你？是为了权势？她是为了争一口气。16岁那年，张梦与一官家贵公子一见钟情，可官家公子最终却嫌弃张梦出身商户，娶了一位官家小姐。从此他便发誓，他要做官夫人，做人上人。这跟萧府惨死的3人有何干系？现身吧。养魂杀鬼，传说是真的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母亲，祖母，都给我闭嘴！都坐下吧。代娘，种种因果如实道来。是。平安是我的孩子。我从小无父无母，乞讨为生。都说西杭府有个好官，我便逃难到了这里。机缘巧合之下，结识了张梦的仆人元娘。后来经她介绍，和门房老三成了亲。不久，我便有了身孕，日子过得虽然苦，好歹也是有了盼头。可是张梦因腹中孩子流产，她为了巩固知府夫人的地位，就联合了张嬷嬷、元娘，还有我那狠心的丈夫，他们夺我孩儿，害我性命。真好看，张嬷嬷是个男孩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！夫人说了，不要留活口，你们把他处理干净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后来，当我得知平安成了知府少爷时，我便释怀了，用我一命换他一个造化，便是值了。可张梦他蛇蝎心肠，背地里经常虐待平安，而且他还琢磨着要杀了平安。所以，你就杀了张嬷嬷3人，报仇泄愤？我没有，他们3人不是我杀的。那3人是张梦所杀。张嬷嬷3人帮张梦做了这么多事，他怎么可能会杀他们呢？为了怨气，3人惨死张梦手中，必定怨气滔天。恶鬼吞噬足够的怨气，便能进化成厉鬼，摄人心魄，将整个萧府炼作傀儡。今夜之事，难道是张梦准备杀害知庆？代娘已成鬼怪，怨气阴气远比新鬼浓烈。杀了知庆，就能激发代娘怨恨，恶鬼再吞噬代娘，今夜便能进化。萧大人，我是个苦命的人，我认了。可平安他
不该如此受折磨，求大人抚养平安，长大成人。你快请起。你放心，知庆在我萧府永远都是少爷，我会竭尽所能保他平安健康。谢大人。姑娘，我的因果已了，求姑娘送我一程。娘，娘，你真的是我娘吗？娘，你不要走好吗？娘，平安，你我殊途，娘希望你一世平安。娘，你别走好不好？平安，你一定要平安长大。娘真的好爱你呀。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你死后留恋人间，有违法度。送你一道功德之光，愿它助你挨过地府责罚，得重生之机。谢姑娘。娘，待娘心愿已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。萧府危机已除，你的心愿可了？多谢姑娘拯救萧家，只是老身还有一事耿耿于怀，还请姑娘多给我半刻时间。可以。萧景仁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：子欣走后，我交代你去娶庄家女，你为何不从？娘，儿子有错，但是庄家逼死子欣，我恨。你胡说什么？子欣身体不好，我本想等她身体好了之后再要孩子，可庄家一直逼她生儿子绑身，还偷偷的送来了催生的秘药，导致子欣生下之犊后气血两亏，暴病而亡啊！子欣的死和庄家确实有关系，但说到底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是庄家太贪，子欣死后，他们立马又塞了一个幼女做继室。我宁可续娶商户女，也要让庄家颜面扫地。罢了罢了，你起来吧。仅此一事，想必你日后会更加谨慎。大玲，以后要好好做人。祖母。令仪，令仪，你祖母身体可好吗？回忆祖母，祖母一切安好。那就好。顾姑娘，我心愿已了。福缘善庆，祸因恶积。萧大人，你造福一方百姓，积功德于一身，莫要辜负了。多谢顾姑娘。母亲，顾姑娘，等等我。
还是没追上吗？下雪了。我与萧家因果已了，切勿再做纠缠。不是为了萧家的事。顾姑娘，若您肯帮令尹，令尹愿为仆，护你左右。我不收男仆，你起来吧。不过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顾姑娘，请问，在下一定知无不言。你身上这块玉是从何而来？顾姑娘为何对这玉如此感兴趣？这玉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也不知道这玉从何而来，我从小就戴在身上，就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它的来历。你说，你从小就佩戴了？对。你说谎。你说谎。顾姑娘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母亲说，15年前我生了一场重病，脖子上就突然多了这块玉佩。姑娘若不信，我可以以生命起誓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！住手！莫怕，我来了。你是谁？连阳一脉的小传承者，我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？这是徐家的传承之物，我替徐真交给你。鬼怪不易，若你将来走上另一条路，切记徐家祖训，不可负此传承。我与他相遇也是15年前，眉眼如此相似。可15年前他不过8岁，他们会是同一人吗？姑娘，顾姑娘，顾姑娘，你走吧。顾姑娘，你所求之事，机缘未到，不必再言。我们会再见的。我那侄孙子肯定是看上你了，他一表人才。顾姑娘，你考虑考虑呗。聒噪。少爷，你不是去找顾姑娘了吗？她答应帮你了吗？她说机缘未到。啊？我寻了通灵族后人整整3年，而如今终于得以相见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帮帮我。可是顾小姐来无影去无踪，我们又如何再找到她？我们去京城。当年徐真与京城5座世家的顾老太爷联姻，他既是通灵族后人，又姓顾，
肯定与顾家有关系。而如今，顾家还在京城，我们回京城去找顾家打听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朱彩莲魂魄受损，还在伞内休养，你去给她点上一炷养魂香。是。另外，去准备食材，今晚的归来时，要来新客人了。新客人是谁啊？小姐，你快告诉我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郭姑娘，您能不能提升下您的厨艺啊？这也太难吃了吧！你们没得挑。执念不散，怨念滔天。卢宝云被调包的永年侯之女，回京认亲途中遭匪徒强暴抛尸。你的怨念我也知晓，我会以你的身份回归燕家，为你化怨。谢谢姑娘。小姐，东西准备好了，出发，去京城。佳作真是真意佳，血脉沉沉难割舍。宝云小姐，您能平安归来真是太好了。侯爷和夫人在厅里等着，您快进去吧。兄长，亲生父母，假千金，谁会是杀害卢宝云的凶手？侯爷，夫人，小姐在回来的途中遇到了匪徒，幸得有贵人相助，只是受伤需要休养，这才耽误了回府的时间。这是小姐自小佩戴在身上的。这是我从庙里求的平安扣。宝云，我们还以为你……哎呀！她就是我娘吗？快，宝云，你娘得知你的消息，大病一场，现在还没有痊愈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宝云，娘这半个月来食不下咽，一直记挂着你。就是他，一定是他害我。他和他那恶毒的娘长得一模一样。宝云，我是你哥哥，燕月。他是谁？他是赵金，延安的未婚夫。
我乏了，我的居所在哪儿？小姐，这就是您的屋子，夫人年前就开始布置了。唉，原以为等不到小姐，好在老天开眼，小姐房里现下安排了4名丫鬟。我不喜人多，你们在门外伺候就行。是。这里布置的好精致，我从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间。娘亲对我真好。你说，我要是早些归来，那赵金会不会就是我的夫君？无端生妄想，庸人自扰。小姐，我方才打听到赵家和燕家是指腹为婚，赵金和燕安原本定下的去年完婚，但是赵金在扶丧，所以就婚期延后了。指腹为婚，那婚事本该是我的。如果我没死，就能赶在婚期前回京。一定是燕安害我，他怕我抢走赵金。不急，凶手会露出马脚的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宝云，他长得不像我，性子也冷冰冰的，有点怵得慌。我怀疑他的身份。唉，那孩子看起来确实太冷清了一些。放心吧，我会去查探清楚的。啊。小姐，卢宝云对永宁侯府有很大的兴趣，现在还在外面到处逛。红豆，去盯着燕安和姚谦。是。该去会会杀人凶手了。过来。搜魂。别跑啊！救命！你为什么要杀卢宝云？有人送了信，夹带着1000两银票，信里说，只要杀了卢宝云，1000两就是我的。1000两银子买卢宝云的命，为何永宁侯府不查幕后真凶，只是剿灭山匪？买凶的人会是谁？这怨气！你敢杀我！快出人计划！你给我等着！我出人不会放过你的！侯府威仪。令仪，你终于舍得回京了。这是今年的贡茶，你尝尝。哼，这茶汤不错呀。令爷，怎可如此失态？
宝云妹妹。是他，成何体统？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啊，姑娘，这边请。令爷，你认识我宝云妹妹？原来，她这次是为了艳月的亲妹妹卢宝云。艳月，你和燕安妹妹先回避一下，我还有事和宝云妹妹商量一下。哥，令一哥哥为何对宝云妹妹如此尊敬？我也不知啊。顾姑娘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。我和燕安同在国子监读书，算是同窗。你冒充卢宝云，是因为他死了。哦，顾姑娘，这京城我比你熟悉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。顾姑娘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哦，我手干嘛？南阳城外悬崖下尚存卢宝云的尸骨，这块黑石能替你找到他，去为他敛尸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还有一事。啊，姑娘请讲。你与侯府交好，可知去年年底侯府为何没有如约去接卢宝云，而选择拖到了年后？因为燕安在闹自杀。原来如此。卢宝云的尸骨快马加鞭，3日可回。保证完成任务。3日后，这有名侯府要变天了。终于能挂上这些红布，热闹热闹了。咱们永宁侯府都多久没办喜事了？听说赵府早已经布置得喜气洋洋，咱们夫人念着刚回来的宝云小姐，硬生生拖了几日。不得不说，宝云小姐比大小姐更好看，但是那眉眼冷得跟冰霜一样，我看着就怵。宝云小姐，宝云小姐，什么回事？是燕安和赵金要成亲了吗？赵金4月才出孝期，如今才5月初2就急着结婚，是怕我回来毁了他们的婚事。他占了我的身份，占了我的婚事，如今还这样不放心我，究竟是燕安故意为之，还是燕家人全都防着我？我深知你生前怨念深重，再安心等上几日，真相自会大白。届时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我不会拦着你。就算我要杀了燕安也行吗？他若在你的因果之中，自然是可以的。否则，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自己清楚。顾小姐，我听你的。莫生怨，莫生恨。宝云小姐，夫人叫您过去前厅一趟。起来，我带你去出了这口恶气。宝云，我听燕安说，你之前在花园与令仪相谈甚欢。谢令仪的父亲是当朝首辅，而你的父亲
执掌10万兵权，只怕楚皇不愿意看到我们两家联姻。宝云妹妹刚回京，只怕不知道厉害。谢大哥丰神俊秀，看见心生欢喜也正常。好，那你心生欢喜了？我怎么会？我都与赵金……宝云，燕安与赵金青梅竹马，那婚事也是自小许下。指腹为婚的婚事，不该是属于我的吗？宝云，你若是认为是我抢夺了你的婚事，你想要我怎么补偿都可以，但你不能对娘如此无礼。补偿？你不仅抢了我的婚事，还抢了我16年的荣华富贵，你要如何补偿？我不是自己想要被报错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当年你被报错是我的疏忽，可如今你回来，家里人都真心相待，你还想要怎样？我只想要一个真相。永宁侯府为何一再拖延叫我接回？给土匪1000两黄金买凶要我性命，究竟是谁的手笔？娘，快来人啊！娘，快来人呐！快，夫人被宝玉小姐气晕了，快去！小姐，姚谦晕倒了，主院乱成一片。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如此有人情味儿。说结果。哦，永宁侯回来。夫人，哎呀，宝云竟然能把你气晕，他真是被下等人养左了性子。我这就去教训他。侯爷，别去。夫人，为何不让我去？反正你不要去，总归都是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现在能说了吧？宝云在归家的路上，有人用1000两银子买通土匪，要取他的性命。啊！什么？彦祖居然不知情？不知。他质问姚谦为何不早说，姚谦哭着解释说，他怕是燕安做的。一个是养了16年的假女儿，一个是没见过的亲生女儿。宝云终究是可怜人。顾姑娘，幸不辱命。他回来了。去通知全府所有人去祠堂，包括赵金。是。该做了结了。卢宝云，你我之前商定的事，你现在可要后悔？不后悔。好，我送你回家。永宁侯，来迎你的女儿入祠堂吧。什么？这就是卢宝云，生来被人换命，死后尸骨不全。永宁侯彦佐之女宝云流落在外16年，今日回家，望彦氏列祖列宗照顾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去年11月，永宁侯府本应接你回家，却因燕安闹自尽，并就此耽搁。年后你回京，一路上给你下药拖延时间的不是燕安，而是姚谦，而花1000两买凶的人是赵金。宝云，卢宝云，种种因由，你自己来问吧。你才是我的宝云。顾姑娘，你说过，我可以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投胎转世，我不要了。这辈子做人太辛苦，哪怕魂飞魄散，我也只想报仇雪恨，拿命来！混账，休得伤人！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知道你不对劲，没想到你这个妖女真是来祸害我们永宁侯府的。休得对顾姑娘无礼！谢令仪，今日你护不住这个妖女，大师，杀了她！她法力高强，你得帮我一把，才能取她性命。什么意思？小姑娘，你敢乱我好事，我这就送你归西！就凭你，也配？顾有生，你2次坏了主人的好事，他一定会来！果然是一伙的，他们的主人会是谁？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与恶鬼合作，早已非人。难怪，你知道些什么？父亲，我不喜欢赵姬，我心仪之人是另一个个。燕安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把你当做妹妹。另一个个，你喜欢的人是他。你别胡说。燕安，赵金的事，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？赵金，他就是个魔鬼，他对我百般折磨，新婚在即，我本想自杀了结，他却救了我，还扬言要替我杀了宝云。所以说，你什么都没做。没有，我没有想要害宝云。可是赵金他告诉我，娘她居然给宝云下了迷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上好的迷药，我只是想让你昏沉些时间，不伤身的。娘只是想让你晚几天再回家，等燕安的婚事定了。你怕我抢她的婚事？你可知，我中了那迷药，无法反抗。山匪一个一个的凌辱我，扯我的衣裳，将我按在地上，无法动弹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
云，是娘错了。娘收到乡下来信，说你粗鄙不堪，是娘多心，都是娘的错。娘求求你，原谅娘好不好？姑姑娘，求你带我走，我生气，为做燕家女，死后亦不入燕家祠堂。宝玉，宝玉，我的女儿，宝玉，宝玉，宝玉，是娘错了，娘对不起你，宝玉，宝玉，娘的错都是我的错，我的女儿。卢宝云不愿再做燕氏女，你们也休要再纠缠。永宁侯府，好自为之吧。顾姑娘，顾姑娘，你有何事？顾姑娘，你上次说机缘未到，那现在是否可以助我？我只渡鬼魂，不渡活人。顾姑娘，我所求之事正是死人之事。哦，我外祖父失踪了15年，我母亲屡次夜里做噩梦，梦里外祖父声称自己死得很惨，无家可归，成了孤魂野鬼。顾姑娘，求你帮我。你可知，请通灵师出手，奉上半副身家，并不是空穴来风。我愿意支付半副身家。我不要你的半副身家，我要你的镇魂玉。可以。莫怕，我来了。竟然真的是你！小丫头，又见面了。你为什么会在谢令仪身体里？不错，你比我想象中更优秀，虚真在天之灵也能瞑目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小丫头，我如今魂力未定，镇魂玉对我很重要。你换个条件，如何？你先告诉我你的秘密。时机未到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顾姑娘，你不肯帮我吗？你外祖父姓甚名谁？秦，他叫秦子正。14年前我第一次出坛，
一老鬼寻了过来，说他忘了生前的事情，只记得自己姓秦。他难道就是我外祖父？今夜子时，城南客栈，我带你见他。谢谢顾姑娘。顾姑娘，子时到了。去，叫老秦速速来见我。顾姑娘，这里不是归来时石潭，你引我来有何事啊？你是我的外祖父。姑娘，这位年轻帅气的小伙是谁啊？怎么乱认亲戚啊？这不是我吗？顾姑娘，这是你找人替我画的？画的这么年轻俊朗作甚，让人怪不好意思的。不是我画的，这是我的外祖父，秦子正。啊！老秦，做孤魂10余年，如今你的家人来寻你了。家人？我的家人？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呀！你说说，我到底是谁？你是安远侯府秦家人，排行第2，上面还有一个兄长，世家子弟，本来应该入仕途，光耀门楣，可你却选择在京城开设赌场流连花楼。15年前，我母亲大婚前夕，你突然跑去连阳城，说是要去学什么新的赌技，自此一去不返。竟也是15年前，那一年我在连阳经常被鬼怪惊吓，直到遇到那个怪人。父亲说连阳城埋了数万阴魂，老秦是否也与这一切有关联？我竟是这样一个不堪的人。我母亲说，你去连阳前还给一个花魁赎了身，15年了，你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母亲思念成疾，噩梦不断。外祖父，请你跟我一起回府见我母亲。站住！站住！顾姑娘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也没想到，我竟是这样一个人，我有何颜面去见家人呢？14年前，你出现在归来时石滩，说你无人供奉，又冷又饿，且不记生前事，无法入轮回，只能做孤魂野鬼。如今，你的家人来寻你，或许能帮你找回失去的记忆。魂归宗祠。顾姑娘，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侯爵世家又怎能接受我这样一个纨绔子弟？我有何颜面回去丢脸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，到底是谁害了你吗？顾姑娘，你是说我外祖父的死有蹊跷？当年我去给他收尸的时候，他的头部受重击砸扁，死相惨烈。连阳城赌坊甚少，你为何会去连阳学习新赌技？这一切的缘由，你难道不想知晓？
怪祖父，我母亲虽怨你、恨你，但她归根结底是因为太爱你。你就跟我一起回去，见她一面吧。好吧。明日一早，你过来，迎我们入府。好。顾姑娘，请。夫人，令仪还没回来吗？一大早让我在这等着，说是有要事，也不知道有什么事。少爷向来沉稳，断不会故意调侃夫人。能让少爷如此重视，莫不是看上了哪家女子？夫人，夫人，少爷回来了，就在大门口。他还带了一名十分漂亮的女子。漂亮女子？嗯。他从前就从未和任何女子亲近过，更别说带女子回家了。莫不是被你说中了？夫人，咱们府上要有喜事了。快去我房间，把那几套珍珠赤金头面拿来，我要给我儿媳妇做见面礼。是。娘，我回来了。这姑娘生的真是好看，与令仪天造地设。他俩要是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那肯定更讨人喜欢。娃的小名就叫……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心急了，没吓到人吧？姑娘，你是……顾有生，他叫顾有生。顾姑娘，这边请。坐。不错呀，这小子还知道心疼自个儿媳妇儿啊。生生啊，都怪令仪没有告诉我你今日要过来，我也没有事先准备。这是我一片心意，你不要嫌弃。到时候等你嫁进来，我把谢家的掌家权都交给你，你喜欢什么自己买。我嫁你？娘，别乱说，我跟顾姑娘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？哦，你还未追上生生啊？顾姑娘是徐家后代，是通灵师，我请她来是为了寻外祖父的事。你提那个人渣作甚？15年了，了无音讯，抛家弃女。谢夫人，老妻令尊早在14年前就已过世，如今已是孤魂野鬼。你说什么？他死了？他那么风流惜命的人，竟然死了？你想见他吗？他来了。什么？你已经死了？
死了这么多年，我没想到我居然还有这么漂亮一个女儿。什么叫做你居然还有一个女儿？秦子正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女儿是吗？秦子正，滚！你给我滚啊！你给我滚啊！宣娘，娘，你不是一直放心不下外祖父吗？我放不下他，一个为了青楼花魁而不惜放弃自己女儿的人渣！我会记挂他，我恨他！我为了青楼花魁要把你卖掉。当年你为了赎花魁借了栗子钱，追债的人追上门，你就把我拉出去抵债。秦子正，这些你都忘了。我确实记不起来了，我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坏。你不坏，你若真是个抛妻弃女的恶人，死后必定会成为恶鬼，受天道处罚，入18层地狱。如此，你不可能在这儿，当年也亦不可能来到归来石。姑姑娘，归来石是什么？我的石滩，只做阴间菜，若生前作恶多端，吃了便会魂飞魄散；若生前与人为善，吃了便会养魄渡魂，了却生前事，步入轮回路。他就是作恶多端，就应该魂飞魄散。谢夫人，我不会看错任何一只鬼，这其中或许有误会。有什么误会？全京城谁人不知，安远侯府秦子正不仅抛妻卖女，还气死了自己的父亲安远侯。我还气死了我的父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啊？宣娘，对不起。娘，夫人，娘，秦嬷嬷，快请大夫。是。娘，这一切似乎没那么简单。夫人这是情绪太过激动，怒火攻心所致，以后切记不能再让她如此激动了。去拿药吧。谢大夫，你去送大夫。是。娘，灵姨，你外祖父真的死了。娘，你就别担心了。我知道你嘴上在骂他，但你心里还是很在乎他的。姑姑娘说，他生前与人为善，死后才未入18层地狱。你相信他是好人吗？谢公子，请进。谢公子，我家姑娘让我给您送东西。300里外，秦氏故乡，请你走一趟，寻秦子义前来。秦子义是你外祖伯父秦子正的兄长，上一任安远侯，如今已经告老还乡，回到了徐州。当年就是他阻止了秦子正卖我，也是他安排让我和你父亲成婚。姑姑娘找我，应该是因为外祖父的事。娘，我这就出发去找他。你真的相信秦子正？不，但我相信姑姑娘。你爱慕他吧？娘，就别打趣我了。像顾姑娘那样高高在上的人，怎么能看上我这个凡夫俗子？我看你俩天生一对儿。好了，娘，我去找外祖伯父了。去吧。当年大伯对秦子正意见颇深，不知是否愿意见他，重新纳他入祠堂。
顾姑娘，你真的相信我？你不是坏人，亦不是恶鬼。可是宣娘是我的女儿，她不可能故意的造谣抹黑我，而且她说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是人渣，这……别急，一切真相自会水落石出的。顾姑娘，虽然我失忆了，但是我一看到宣娘就感觉她肯定是我的女儿，但是她却厌我至深。你觉得秦宣娘很厌恶你？很明显呐。不，她这3日一直在想办法让你的兄长秦子义如何接纳你。他很在乎你。啊！姑娘，谢夫人请您过去，说是要和您谈有关的事情。姑娘，里面请。顾姑娘，这上面写了我的8字。你这是作何？当年我爹秦子正，他做了很多有伤秦氏门楣的事情，我怕大伯父无论如何也不会接纳他。都说父债女偿，我想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身上的业祸转移到我身上？你要替他承受？是。你可知此行代价极大？什么代价？寿命减半。你也愿意？是。好。姑娘，别伤害宣娘！顾姑娘，别伤害宣娘！我要如何？不用你管。当年虽然你害我，但你生我养我。谢夫人，你如此在乎老秦，老秦也分明爱女如命，所以你觉得你曾经认定的事情是真相吗？他分明就是。谢夫人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不知可否如实告知？你问吧，令仪信你，我也信你。你说老秦风流纨绔，是一直如此，还是突然改制？打我记事起，他便是京城出了名的浪荡公子哥儿，吃喝嫖赌，调戏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小时候，所有人都疏离我，说我有个渣爹，甚至告诉夫子要将我赶出学堂，不愿与我同桌。宣娘，你说老秦害死了安远侯，又是怎么回事？是大伯告诉我的，说他当时非要去连阳学赌技，爷爷不同意，就跟他大吵了一架，被他气晕过去。他走后没多久，爷爷就死了。安远侯死后，老秦可来送葬？爷爷可是他的亲父亲啊，是他气死了爷爷，他甚至都没有回来看他最后一眼。亏爷爷生前交代过我不要恨他，说他从前从不这样，还说他有状元之才，是秦家人的骄傲。宣娘，有时候看一个人不能用眼睛，得用心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老秦去连阳之前，把全部家产都留给了你，你可知为何？为何？因为他深知此行一去，凶多吉少。顾姑娘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宣娘，
你一个相府夫人，竟然让一个外人在此装神弄鬼，将秦家的脸都丢尽了。顾姑娘，这位就是我的外祖伯父秦子义。你就是我大哥？令仪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是鬼？是鬼又怎样？你抛家弃女，弃死父亲，你不配做秦家人。我已经死了，我不记得生前的人和事。当年，难道我真的是……秦子义，你口中所言可有证据？这是当年他亲自签的卖身契，你们拿去看看吧。就是这个卖身契，人牙子要将我卖入青楼。要不是大伯，只怕我就……我禽兽不如。顾姑娘，我实在不愿意相信，我外祖父是这样的人。我也不信。老秦，你做孤魂10余载，魂力雄厚，取你3分魄力，可回溯你之前的记忆，你是否愿意？愿意，不管是3分5分，我都愿意，全取了也行啊。10分，你便魂飞魄散，就3分。卖身契，外祖父，你真的卖了母亲？是我，真的是我，顾姑娘，我真的是恶人。这卖身契不一定就是卖谢夫人，也有可能是他还卖了其他人。宣娘，是我，对不起你。顾姑娘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不配再轮回转世，求求你，赐我魂飞魄散吧。我既然答应了渡你，便不能食言。哼，他这样的恶人恶鬼，就该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，还渡什么渡？大伯，爷爷去世之前交代，他若是活着回来，秦府必须接纳他；若他死了，亦要进入秦氏祠堂，受秦家后代供奉。他这样的人也配？老爷子就是偏心他，一个人渣，我绝不同意他进入祠堂。大伯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呀！我没有这样的弟弟。娘，夫人，夫人。顾姑娘，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这是怨气入体。怨气入体？我是孤魂，我身上有鬼怨之气，一定是我害了宣娘。他已无大碍。令仪呀，不是我这个当外祖的说你，你跟你母亲这简直就是愚昧无知，将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过来，真是晦气！哎呀啊！混账！你竟敢羞辱我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秦子义，你自小平庸，诗词歌赋不如弟弟秦子正，琴棋书画、雄韬才略亦不如他，可最后承袭安远侯爵位的人却是你。
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干什么？秦子正，你有什么资格做秦家的人？为何搜魂术对他无效？原来如此。顾姑娘，这怎么回事？照顾好你母亲，不要与她接触。奔波数十里，顾姑娘，这是哪里？你生前的宅院。我的宅子。顾姑娘，可否让我露个脸，看看我生前的家呀？这里确实很熟悉，可是为何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呀？顾姑娘，你带我来这里，不会是为了帮我找回记忆吧？我是来找东西的。老秦，你可认得此物？不知道。这是皇帝亲授的令牌。你认识？我曾在父亲的书房里见过。他说，这令牌级别很高，能拥有之人，必须是楚皇最信任之人。难道外祖父是楚皇的人？不可能！我生前名声尽毁，坏事做尽，皇帝怎么会青睐我这种人？这肯定不是我的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令爷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宣娘如何了？你们走后没多久，府上便来了一位自称大师的道家人，说是要给我母亲化解身上的怨气。他一来还弄醒了秦子义。我觉得这位大师和秦子义似乎都有些古怪，便来此处寻你们。不是让你守着宣娘吗？你来了，他怎么办呢？我父亲回来了，有他守着娘。走，回谢府。秦伯父，这个大师真的可以救醒我的夫人吗？当然，这个大师的法术很高的。大师，您来看看我这侄女儿。夫人，是与怨鬼靠近，导致怨气入体，才会如此虚弱，损害身体。不错，正是秦子正这只恶鬼接触了宣娘，宣娘才病倒了。大师，你赶紧救救宣娘吧！要我救这位夫人也可以，不过贫道需要她的半碗血。启琛，伯父知道你对宣娘情谊深厚，但你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啊！快给大师放血吧！令仪离开前，让我务必守好宣娘，不要让秦子义接近。我到底该相信谁呀？你若再犹豫，你夫人可就没命了。住手！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父亲，一切听顾姑娘的。大师救人，还要放血？血能驱邪，尤其是至亲之人的血。哼，你身边此鬼已修行15年，怨气颇深呐。恶鬼害人，唯有使其魂飞魄散、灰飞烟灭，方能救活人。小贱蹄子，你干什么？你们还想不想救玄娘了？想救的话，就把她给我赶出去。有我在，她不会死，而你也休想再作乱。我做什么乱呢？谢其琛，我好歹也是宣娘的大伯，你谢家请我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一个外人污蔑我。大伯，谢某刚回京，诸多事情还需了解调查。大师和大伯就先在谢府住下，待我弄个究竟。若大伯所言属实，顾姑娘是装神弄鬼，伤害申娘之辈，我定严惩不贷。父亲，你要相信顾姑娘。别说了，快去请大夫过来，给你娘看看。你眉头紧皱，是有什么心事吗？顾姑娘，大夫说我娘并无大碍，但至于为何昏迷不醒，他也不知。她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她不会有事。我外伯姑不肯告知我外祖父相关事情的真相，我外祖父也被大师打伤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事关密信，必须要拿到确切证据。你去查这个。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杀了他！你，哎呀！敢动我的人，顾姑娘，你来了。顾姑娘，你不会早知道他们会来，把我当作诱饵吧？怎么，你不情愿？荣幸之至。不好，他们拘走了老秦。什么？回谢府。大师，你快收拾这个恶鬼，让他魂飞魄散，这样宣娘就能醒过来了。好。我看谁敢动他！又是你，谢其琛，你不是说把他赶走了吗？秦宣娘，你该死。母亲，夫人，宣娘，你醒了。我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谢夫人，一炷香前，你的大伯秦子义派了6名刺客围杀你的儿子
谢令仪。什么？你胡扯！我什么时候派人杀令仪了？没有证据，你不要胡说。花钱买通的死士，所以不怕他们会拆穿你。你少污蔑我！你有本事就拿证据出来，要不然就……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是通灵师？你敢说，谁让你们杀谢令仪的？他。大伯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儿子？我没有，仙娘，我当年救你于水火，还让你嫁入谢家，如今成为首府夫人，我怎么会害你啊？还敢邀功？谢府位居世家之首，而你秦家早已没落。你有什么能力让秦宣娘嫁入谢府？我与夫人的婚约，当年是我父亲拍板的。没错，当年找到谢大人，让他安排你娶宣娘的。胡言乱语！秦宣娘，你的婚约和这个有关。这个令牌是皇家御赐。没错，这是楚皇亲授令牌，只授予身边最隐秘的暗卫，而这个是秦子正的。我暗卫？不可能！秦子正怎么可能会是楚皇的暗卫啊？他就是一个在京都臭名昭著、天天只会棉花素流的混账。这些都只是外祖父的伪装，他若不如此，如何帮皇帝办事？胡扯！全是胡扯！我是他兄长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确实最清楚，只不过从来不肯承认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20年前秦家没落，你父亲请剑去当皇帝暗卫，保下了秦家繁荣，官封安远侯。什么是皇家暗卫？隐藏身份，效忠皇帝一人，非死不能离开。宣娘，不要听他胡说，他就是和秦子正就是一伙的，他是在诓骗你。我看诓骗的人是你吧？你享受着秦家的繁荣，却一直厌恶，这一切是老秦牺牲换来的，所以你在他失踪后到处抹黑他，让他背负骂名。胡扯，全是胡扯！宣娘，当年是我救的你，要不然你早被凌辱而死。你相信他们，还是相信我？你当年签的卖身契，那不是卖身契，那是生死状。生死状？他正是用这一份生死状跟皇帝交易，替你讨得了这桩完美婚事。替你讨得了这桩完美婚事。爹，你在写什么？哎呀，没写什么，爹呢，就是想给你送一个礼物，能保宣娘此生无忧的礼物。明日就是我大婚之日，你为何非要现在去连阳？你就不能等我成婚之后再去吗？宣娘，对不起，爹今日必须出发，这是爹毕生的积蓄，送给你做嫁妆。若是沈家欺负你，你也能有所依仗。为什么？那读书就比你女儿大婚还重要吗？宣娘，以后爹不在你身边了，你要好好保重。顾姑娘，你是不是知道全部真相？我大婚前日，他坚持要去连阳，到底是为何？执行任务。他不是人渣，是为了秦家百年繁荣，为了你一生幸福，
忍辱负重，背负骂名，最终惨死他乡。你又在说什么鬼话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这就是证据。秦子义，你为了夺走令牌，买通死士杀我。来人！大师，快救救我！他可不是什么大师，而是一只厉鬼。你是什么时候识破我身份的？血能助长恶鬼法力，你要谢大人半碗血，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不错，不愧是同名族后人，既然被你看破了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这是噬魂蝶！吴有生，你别得意，你再残害我主人大事！又是那个主人。顾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师死了。大师是外伯公请来的，外伯公不应该解释一下吗？我解释什么？我不是担心你母亲的身体，这才被恶鬼蒙骗的。秦子义，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。我狡辩什么？你部署青楼花魁，坏老秦名声，得知老秦回来，又让花魁来上门闹事，还假借大师之手，想加害秦宣娘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一介凡人，为何能够操纵厉鬼？你背后必定有人，如实招来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想干什么？上次我忽略了厉鬼之力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逃脱。送魂！当年你踩着自己亲弟弟得到侯爵之位，转头却抹黑其名声，你倒是过得心安理得。我已经退隐了。你可知秦子正已魂魄归位，即将拨乱反正？什么？老二他不是已经死了？没听说冤死不宁者可魂兮归来吗？魂归？那怎么办？杀人有杀人的法子，灭鬼有灭鬼的路子。你即刻出发，替我灭鬼。那个人是谁？他是齐善为。这次的厉鬼可是鬼力最强悍的，居然还是被轻易杀灭。这一带的连阳一脉实力竟然如此可怖。顾有生，既然你如此厉害，不如为我所用。齐慎为是谁？齐家是当今皇后母族，而齐慎为是皇后兄长，人称齐国舅。齐慎为在朝中并未领职，不想他竟然在暗中操纵恶鬼。当年杀害老秦的人，是不是齐慎为？我不知道。当年老二失踪后，是他告诉我，老二死了，教我操作如何抹黑老二。看来你的死与此人有关。他操控蛊惑兄长，害得我被宣娘误会，妇女举狱。我这就去找他。爹，回来！不见了。顾姑娘，求求你帮帮他！
父亲、母亲，我也跟着一同去。通灵族的后人，如果能成为我的妻子，我呸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真不要脸，居然敢肖像我的外孙媳妇儿！什么人？是你秦二爷爷我。齐老贼，你可认得我？你是秦子正，还认得爷爷我？正好，也让你死个明白。就你，区区恶灵也想让我死？15年前我杀得了你，如今我仍然可以让你魂飞魄散。果然是你杀了我，是又如何？你就是连阳一脉的通灵师顾有生，你就是那3只恶鬼的主人。是又如何？你一介凡人，为何能操纵厉鬼？因为我是鬼王。鬼王，小丫头，又见面了。你不是鬼王，鬼王有令万鬼臣服的气场，而你没有。哼，万鬼臣服，我秦老鬼头第一个不服的。你是不打算跟我联手了？原来你是当年杀害老秦之人，说出当年缘由经过，我会渡你过黄泉，否则恶鬼所魂，你必魂飞烟灭。对，我要报仇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混账！我堂堂鬼王，你们休得放肆！秦子正，你想向我索魂，我先灭了你！有我在，你休想动老秦。说，你当年杀害老秦的缘由。当年恶灵现形，不好，他要逃跑！哼，雕虫小技。小心！仙灵爷，你疯了！你明知以你的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抵挡，为何还要？我没有办法，看着你涉险，不管不问。顾姑娘，我大外孙难以承受这么强悍的怨气，你救救他呀！你又欠我一次。怨气入体，不出3日，他必死无疑。书房那边，快！来人了，顾姑娘。走。父亲、生生，你们来了。大外孙，顾姑娘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一定要救救他呀！他是因为我受的伤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你为什么会在谢丽仪的身体里？不错，你比我想象中更优秀。虚真在天之灵也能明目。你到底是谁？小丫头，我如今魂力未定，这个镇魂玉对我很重要。你换个条件，如何？我答应了他，不取镇魂玉。谢大人为何还不回来？顾姑娘，你让我查的事情，我查清楚了。说，15年前发生了一件大案——连阳城官粮失窃案。此案后续并没有继续追查。但是这些年，这件事一直在发生。此案没有继续查探，
是因此案与齐慎为有关。他是皇后的兄长，楚皇不便大张旗鼓调查，所以便派暗卫秘密调查。难道是我查到了齐慎为，被齐慎为灭口？十有八九。谢大人，现在想要救谢公子，必须找到齐慎为。可是齐慎为现在消失不见了。他不现身，就引他现身。谢大人，既然楚王一直对此感兴趣，那你就把此案上报楚皇，借楚皇之力查封齐府，追拿齐慎为。这倒是可以，我可以确定皇上一直在为此事头痛，如果能查清，他肯定会同意。不过，这真的可以让他现身吗？齐慎为从未在朝中效过力，却窃取大量官粮，以此攫取大量银钱，想必定与他在背后操纵的恶鬼脱不了关系。只要他失去明面上的身份，成为丧家之犬，届时他自会现身。怎么回事？这齐府怎么被封了？就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好多齐慎为疯了呀！多年来利用皇亲国戚的身份盗取官粮倒卖，罪大恶极。现查封齐府，追击主犯齐慎为。有线索者可向京兆府举报。顾有生，你居然毁了我数十年的筹谋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姑娘，眼看是要下雨了，撑伞吧。不是雨，是怨气。啊！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来了。宣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哦，令仪，令仪，令仪！他是被齐慎为派来的恶鬼带走了。顾姑娘，怎么办？正合我意。来了。不准动他！真的来了。齐慎为，你身为一介凡人，却沾染大量怨鬼之气，你就不惧他日被怨鬼上身吗？我说过，我是鬼王之体，怕什么恶鬼寻怨？鬼王传承千年，岂是一介凡人可犯口业？我只是暂时没有恢复，只要我再炼化749只厉鬼，就可以完全觉醒。你是连阳一脉，有渡鬼之能，正好可以助我。助你？不错，有你助我，定可很快恢复鬼王之体。届时我为鬼王，而你就是鬼后，咱们夫妇二人定可……你老老的，你这个老不休，直到现在还敢生什么外孙媳妇？你再敢过来，我定让他魂飞魄散！顾姑娘，怎么办？想要救谢令仪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当然是臣服于我，跟我合作。杀了他，谢令仪自然会醒。杀我？你就不怕我先动手吗？你没那个本事。好，
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敢是不敢！他死了吗？大外孙，你醒了。顾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是顾姑娘救了你。你们这一对女强男弱，也挺特别的。外祖父，别在顾姑娘面前胡说。你刚醒，先调息一下。好。其甚为常年炼制恶鬼为自己所用，死后必会变成厉鬼，厉鬼为祸人间，不可留。以身为祭，以鬼魂魄为祭，召唤天下恶鬼，屠尽天下生灵，收集怨气，为我所用。顾哥小心！我不是故意冒犯。其实我以自己魂魄为祭，召唤万千恶鬼前来。你与老七先避一下，我来应付。你可以吗？万鬼齐聚，就算他是神仙，也会被撕成碎片。顾姑娘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先走。就凭你，还想英雄救美？万鬼齐聚又如何？在我的速回伞下，只要是鬼灵，必灭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不信，现在能杀灭万鬼！若等源源不绝，只怕杀之难尽。谢公子，冒犯了。什么？顾姑娘，你……小丫头，你食言了。有人以自己魂魄为祭，召唤万千恶鬼，除之难尽，还请鬼王施以援手。鬼王，没想到本王沉睡之时，居然有宵小之辈冒充。罢了，今天我就为小丫头出这一次头。本王在此，万鬼退散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回来！你们回来！我才是鬼王，你们应该听我的！你们回来！唯此一次，切记不可再召唤于我。顾姑娘，你为何这样看着我？
恶鬼已经退散。哎，姑姑娘，你这么强，那么多恶鬼都被你杀了。哎呦，我的个娘啊！大外孙呐，你以后可得小心呐。外祖父，别胡言乱语。齐慎为呢？竟然让他逃了。原来我寻找多年的鬼王之体，竟然就在眼前。顾有生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恢复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姑姑娘，他在说什么？什么是鬼王之体？我也不知道。顾姑娘，外祖父的事情已经了结。那接下来……什么？我时常做梦，梦中有万千恶鬼追着我，你可否渡一渡我？时机未到。